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I'm Roseman。来到罗马啦，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要参观4大圣殿。那分别是哪4大呢？是城外的圣保罗，还有圣彼得大殿、罗马主教堂的拉特朗大殿以及圣母雪大殿4座。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，第一个就是墙外的圣保罗 ，Go！ 我站起来。是这样子哦。好，按再次。班达是什么？thanks。他跟我讲说这个会用到。这是一个巴西利卡式的建筑，它的特色是外观会很朴素，但内里会很华丽。但就我来看，其实它的外观也不怎么朴素，可能大家对朴素的定义不一样。城外的圣保罗是康斯坦丁大帝出资兴建的，几乎所有的教堂大部分都会由君主兴建出资，但有一个是例外，也就是圣母雪地殿。那我们后面会再做介绍。兵宫相向，我一眼就被这个大门给吸引，它很精致，很漂亮。然后它上面的纹路其实是银质的葡萄枝芽，然后你会看到那个门扉上面其实有12个方格，上面描述的都是圣伯禄跟保禄的事迹。在这4座特级宗座圣殿里，就有2个圣殿是直接在中途的坟墓上面兴建这座教堂，其中一个就是城外的圣保罗，那另一个就是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。这是圣保罗在罗马作为囚犯时的手铐，还是脚链，反正就是绑他的。以前的规定是坟墓只能葬在城门的外面，城内是不能有任何坟的，所以刚刚我们走过来的那2条全部都是坟场，当然圣保罗也不例外，所以在原本的墓上兴建了这个教堂。奥利略围墙，它包围了整个罗马城镇，因为以前的塞维斯城墙已经包不住罗马，罗马的发展太快了，所以后来又盖了这个奥利略城墙，把它这个包起来。
个水道桥剩这样一小小的部分。古埃及的方尖碑。第二个打卡的是拉特朗圣诺旺大殿，它是罗马4大教堂里面最古老的一个，而且同时有着总宗座圣殿头衔。作为主教圣座的所在，它是这个头衔的唯一拥有者，地位甚至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高。那11月9号的时候是圣拉特朗大殿的纪念日，很多天主教的教堂会一起庆祝。虽然现在大部分的教宗都住在梵蒂冈，但如果有新的教皇上任的话，仪式也会在这里举行。今日大殿的所在地曾经是家庭教会的据点，原本是康斯坦丁的妻子福斯达的产业，后来由康斯坦丁大帝赠予罗马的教会，因此教宗就把这个原属于拉特朗家族的宅邸改建成了教堂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这一座圣殿有超级多名字，然后起了非常多的争议。之所以叫圣母雪地殿，是因为公元4世纪的盛夏，圣母玛利亚托梦给了教宗利伯略，让他在下雪的地方建立一座修道院。结果第二天的早上，艾斯奎利诺山就下雪了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小山丘。教宗就在这里建立了这座教堂，现在还会撒白玫瑰，重现这个小神话。圣母雪地殿是这4个教堂里面唯一一座由教宗新建的教堂，其余都是皇帝资助下令建造的。另外，虽然圣母雪地殿它在罗马的市中心，但却是梵蒂冈的属地。这是教宗庇护9世在带着大家朝拜圣婴摇篮。然后大家会觉得圣婴摇篮的传说是真的吗？名店就是不一样，这一家是一定要预约不然吃不到。这一家大家都捧很高，那我们想要看看会不会翻车。现在看价钱就是不会很贵，很不像是网美店的价钱，通常网美店都会选很高，但它看起来就是很平价。才开店14分钟，已经全满了。聚焦聚不到。你有吃牛尾了吗？还没。那个好吃吗？我是有听到很多人一直说这家店的面永远都煮不熟，但我们吃起来都觉得还好，它就是正常软硬度。你切切看，这怎么切啊？切看里面长什么？这样切的吗？应该从中间对半切吧。从对半切，它整个都是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对半切。我也不知道。罗马大杂烩，然后吃起来像猪肚的感觉，很酷。